仔细听这首歌，台上5个人一句都没唱。整整4分钟，3万人的声音像潮水一样从4面8方涌上来，填满场馆每一寸空气。而他们站在舞台中央，集体沉默。你敢信这不是事故，不是翻车，是这场演唱会最催泪的名场面。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舞台明令禁止荧光棒，安检翻了2次包，人脸炸鸡过了2道结果呢。红色荧光棒从内场第1排直扑山顶最后1排，密密麻麻连成一片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那不是几十块、几百块牌子，是数不清的人头，是我在这里的证明，是台下对台上最直接、最滚烫的回应。你知道吗？当同手同脚前奏落下的一瞬间，没有任何指挥，没有提词器提示，3万人的声音几乎在同一秒同时涌出来。台上5个少年并肩站着，麦克风举到嘴边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插不进去。他们低头抬头盯着那片红海发呆，拼命忍泪，左行眼眶红的藏不住。有人握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，有人转过身去不敢面对镜头。台下呢，无数人边唱边哭，荧光棒挥得歪歪扭扭，跑调跑到10万8千里，但就是停不下来。台上的沉默和台下的嘶吼在这一刻达成了某种奇异的和解。你不必唱，我们替你唱。为什么偏偏是这首歌？因为歌词里那句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，相依为命，说的就是台上这5个人的故事。从训练生时期互相兜底，到出道夜抱头痛哭，到如今万人场馆里并肩站立。他们是队友，更是家人，也是台下这群人的故事。兄弟这些程度都不足以形容我们，怎么说呢？我们是家人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搂着肩膀吧，我们去见证沸腾的人生，从他们青涩到发光，从无人问津到座无虚席，每一场都追，每一首歌都会，每一次都用力回应，同样是一路相依为命。所以当音乐响起，那不是表演，不是合唱环节，3万人同时替台上的人说了一句我懂你，我们一直都在。但真正把这股情绪推上顶点的，是最后那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故。彩带装置意外提前喷发，本该留给结尾高潮的漫天彩纸，开场前就洒满了全场。网友打趣说，惊喜被提前透支了。可当5个少年并肩站上舞台，彩纸从头顶纷纷扬扬落下，像一场不合时宜却无比浪漫的雪。5个人笑着挥手，互相搭肩，齐刷刷向台下深深鞠躬的那一刻，所有意外都变成了祝。那不是预设好的舞美设计，是5个少年拼尽全力的舞台，是3万人用荧光棒和歌声堆出来的回应，是连天空都等不及要替他们庆祝的证明。有人看完视频说这是强行缝合团魂，可你看到台上5人听到全场齐喊 TOP 时，先是集体愣住，彼此眼神里那种不可思议的震惊，像在确认这是真的吗？然后才敢卸下防备，笑着挥手回应。听到你们喊我们了，听到大家喊我们了，那不是缝合，那是被爱砸中之后的措手不及。是5个少年在那一刻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我们被这么多人稳稳接住了倾倒的海风里。有人在红海里哭到妆花，有人跑调唱完了整首同手同脚，有人举牌子举到手酸也不肯放下，有人对着舞台喊哑了嗓子。台上台下所有人那一刻真正做到了心意同频，步履同手同脚。也许演唱会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偶像唱给粉丝听，而是所有人一起唱给彼此听。是你在唱的时候，我刚好也在唱；你举手的时候，我刚好也在举；你哭的时候，我刚好也在哭。我们都在红海里，都在歌声里，都在同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里。全网骂李飞，封建家长骂了10年，直到今天我才看懂，他哪是家长，他才是内娱最狠的操盘手。王俊凯北电，王源博客里，易烊千玺中戏，马嘉祺中戏，丁程鑫北电，宋亚轩中戏，张真妍中戏，贺峻霖中传硕士，还有刚被985重庆大学录取的关俊辰全员一本，连续5年本科上线率100%。内娱艺人高考落榜率超60%的大环境下，这家公司凭什么叫内娱衡水？今天我扒3个细节，
看完你就懂为什么李飞被骂10年，却没有一个艺人主动解约。第一个细节，敬酒。你没听错，在酒桌文化横行的娱乐圈，时代峰峻明文规定，未成年艺人任何酒局都不准参加，不是口头提醒，是直接挡掉所有应酬邀请。孩子们不想去的饭局可以当场走人，无论对面坐着谁。有老粉爆料，某次重要场合有人劝酒，李飞当场黑脸把人带走，有人笑他不懂人情世故，网友神评，原来养成系不是养韭菜，是养苗子。第二个细节，高考期间停掉一切商演。很多经纪公司嘴上说支持学业，实际上通告排到考前3天，时代峰峻呢。每年5、6月份，艺人行程表几乎一片空白。李飞原话：升学是人生大事，谁都不准打扰。连续5年，本科上线率100%，据业内统计。同期某头部男团成员高考落榜率超过60%，经纪公司被骂上热搜后才紧急安排补课。而时代峰峻早在10年前就开始这么干了。有粉丝晒过行程表，高考前3个月商演全部推掉，连生日会都从简，评论区瞬间破防。我以为是公司傻，原来是公司扛下了所有骂名，让孩子安心复习。第3个细节，跟组补课，老师随行。艺人外出拍戏，异地录制，一去就是几个月，学业怎么跟时代峰峻的做法？派文化课老师全程跟组，利用等戏的间隙、化妆的时间，甚至吃饭的功夫，见缝插针补课。贺峻霖就是在这样碎片化的学习中，以 GPA 3.84跨专业保研中传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内语首位保研艺人。有工作人员透露，李飞经常半夜查寝，不是查纪律，是问功课有没有跟上。他比亲爹还操心。你们天天骂李飞封建家长，骂了10年，可你们知道吗？李飞自己是四川大学毕业生，一个名校毕业的老板，当然知道学历意味着什么。他做这一切不是作秀，是因为他亲身走过这条路，知道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。他在酒桌上替孩子挡酒的时候，在商演合同上签字放弃的时候，在深夜查寝问功课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当老板，他是在当那个如果自己当年有人拉一把的人。有人说李飞专制，可10年间没有一个艺人主动解约，骂他的人从不缺，信他的人也从不动摇。这种2极评价恰恰说明了一件事，他不是在经营商品，他是在培育人。一个商人可以伪装一时，但伪装不了10年。被骂控制欲强，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在意孩子的未来。10年了，骂声还在，但孩子们用一张张录取通知书，一次次保研成功，替他做了最好的回答。所以时代峰峻是内娱学历天花板，本质不是什么营销，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见证。老板把孩子的未来当回事，孩子用录取通知书回报信，任你护我周全，我让你骄傲。这种羁绊大概就是养成系最动人的地方。